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帮助朋友治病的正确态度。有徒弟问：我有个朋友得了癌症，是否可以念大悲咒回向给他？师父开示：我这样回答你，如果说不可以，有违慈悲；如果说可以，有违智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忙告诉他怎么做自救，比如放生等等，他就不如自救，要他自己做才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当然我们回向是功德，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力量。如果你的身体等各方面功德还不够，如果你回向的你朋友的那些冤亲债主很厉害，很不喜欢你插手，也会很麻烦。以前我有个出家徒弟，当时我在北方的一座山上建个寺庙，他就跟着我。后来我来美国，托他继续照看山上。后来他拿了我很多钱，还俗了。为什么？他病了，得了很严重的肝病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以前他主要打坐念大悲咒，有些感应，知道一些治病的方法技巧。他出家以后，有一个小学同学得了肝癌，快要死了，一直求他帮忙。他帮了，给人家一个偏方，用了好些个其他蟾蜍等小生命，结果那人的肝癌好了。但是业力的因果谁负？那就法师你自己来负吧。所以他后来慢慢就病了，也是肝病，就把我的钱花掉治病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他自己要承受他同学肝癌的因果。所以有些时候治病也不是那么回事的，因为很多病都牵扯着各种复杂的因果。治病一定要采取恰当的方法，不犯因果的方法。所以你们与其关注他的病，还不如更关注一下他的心灵，让他认识佛法，领会究竟的世界和人生的真谛，学到真理，这才最关键。毕竟这个身体生生灭灭，是个幻象，你教他学习伟大的佛法的真理才更重要。继续问：我已经叫他每天持6字大明咒，这算自救吗？对呀，让他自己求观音菩萨加倍。如果有缘再活2年，就活2年；如果没有缘，那就算了。我们真的要有这样一个态度。修行这件事情，真的不要太纠缠别人的因果，不要劝人家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者说你来拜我们师父了，你来修行佛法吧。拉扯那个做什么？我是个和尚，有时候对一些人我都不劝人家，因为凡所有都是个缘分，他有缘自会来求法，无缘的话无论如何都劝不了的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就无论如何渡不了城东老母。人生在世很多事情，我们要懂得随缘，有缘就聚，无缘就散。不管是出家的，在家的徒弟，
还有同学、朋友、家人、亲戚，不管好坏，都是一个缘分。我都是不执着的。前些日来了一个居士，我给他讲了比较重要的法，有就是没有，得到就是失去的道理。其实，我觉得他听不太懂的。我告诉他，你不懂的，我用大半生修行这么久，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说，你不懂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以后会体验出来，体验不出来也没有关系。你先不要反对我这个话，好就是坏，有就是没有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能明白吗？所以基于以上的理由，我对居士、信众的态度就是随便他们，你们爱怎样就怎样。修行就是这样，我不去拉帮结派。你愿听，你爱学 ，OK， 我慢慢教你。不爱学呢，就随你。你愿意跟我 ，OK， 不愿意跟我，走人。你说对我很好很恭敬 ，OK， 我知道。你不好，也没有关系。各负因果，各有因缘。活着就必须有这种不执着的态度。